嗨，大家好，我是苏珊。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的夸拉斯林哦，在苏珊身后的就是这里的地标 Sri Shakti Devasthanam 新都庙啊，也就是印度教的庙。苏珊不确定苏珊的发音准不准啊，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 ，Let's go。大家在进入庙之前有3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说需要把你的鞋子脱了，放在鞋架上面。第二点呢，就是这里的穿着啊是要长过膝盖的。如果你真的忘记的话它这里会借你围巾。第3点就是在庙里面是不能进行拍摄的。之后我们进去看看。然后苏珊该在进来之前发现，这里有设立这个水龙头，然后很多人是洗了脚，然后再进去。苏珊不确定是不是必须的，就跟着做了。在进去之前，我们来一个游客照，然后是爸爸以前最喜欢的那种 pose。苏珊已经逛好了。刚刚在进去的第一感觉，就感觉里面非常的庄严，然后里面的雕像都栩栩如生。然后刚刚在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巧，他们正在进行祭祀的活动，大家就坐在地上，祭司就在前面念经文，旁边还有吹笛子的乐手，还有打鼓的鼓手。苏珊记得苏珊的中学的印度同学也很喜欢打鼓，用手指打的。然后在祭祀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就站起来，祭司就拿了一个铜制的器皿出来，然后大家就用手指沾了沾里面，点在额头。苏珊不确定里面是什么来的，然后刚刚有看了看资料，有人说是牛粪烧成的灰。之后又有另一个人拿了另一个铜制的器皿，里面盛的应该是牛奶，因为苏珊看是白色的。然后那一个人就烧一烧，放在他们的手掌，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喝，是代表祝福的一个意思。这里大部分来的人都是印度人，但是刚刚苏珊也有看到有几个华人也是来这里走走看看的，但是他们忘了穿长裤，所以这里的庙宇人员就借了他们围巾。还有一些外国人也是来这里走走。你来到这间印度庙的时候，你会发现周遭饲养了很多牛只。刚刚苏珊还看到他的庙宇人员去那里拿干草喂牛。牛在新都教里面，它是一种很神圣的动物，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典故都是有关于牛对于新都教徒的人的恩惠，所以他们不吃牛肉，但他们吃牛相关的乳制品，像牛奶还有 cheese。 这间印度庙其实从1912年就已经建好了的，所以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当时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木屋，供当时的新都教徒有一个祭祀的地方。后来他们就改建，但是中间它有一些典故是有讲到他们遇到重重的困难，一直到2013年它才改建成功，所以中间隔了100年的历史。大家有注意到这间庙的名字吗？如果你是有读过印度教神话相关的典故，那你应该有注意到一个名词 Shakti。Shakti 是在印度教至高女神的名字。然后这间庙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它在改建之前他们去了6个国家，分别是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还有西藏的51间Shakti庙，从他们的庙那里带了一把泥土回来这里。
代表这些庙对于这间庙的祝福。然后这间庙啊，它里面有51种不同造型的 Shakti 化身的雕像。苏珊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瓜拉斯兰奥的一个渔村，叫做巴塞本南曼，这里的人也叫做巴韦啊。它还有一个村子是跟它相连的，叫做巴头，那个村子的名字叫做苏奈佑，也被称作为憨村。刚刚苏珊看到，哎，有一个屋子的隔壁晒了一大堆的那个西ham的壳，然后这里很有意思，就是渔村靠海的这个地方，它是不能开车进来的，只能骑摩托。然后大多数的建筑物都是用木板搭建的，然后在它外围的部分，就是巴沙那里，都是现代屋，用钢筋水泥的，然后可以开车行驶。好了，我们去今天的第一家阿平的咖喱鸡饭店。这家店叫阿平咖喱鸡饭，然后这间屋子很有意思，它旁边都晒了满满的西ham壳。它的虾是用比较小只的，但是你不要看它小只啊，它还很用心，它去了虾线。它的味道是炒辣椒咯，就跟很多你渔村会吃到的辣椒虾很像。然后它的鸡跟鸡拌辣椒的烧鸡是一样的，但是它皮可能有做炸过的处理，不确定，比较脆一点。然后再混合黑酱油的味道啊。没有想到这3个味道搭起来啊，很搭配一下，很顺口。这里的人很有意思啊，骑摩托来这里。哎，老板娘，你有一大班亲戚来找你，隔壁那桌是老板娘的亲戚，很亲切。好，我们是咖喱鸡。它的咖喱鸡蛮特别的，它的调味跟刚刚的辣椒虾有点像，然后它加了糖下去煮。苏珊第一次吃到甜甜的咖喱鸡，它的咖喱浓度哦，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印度人的很辣的那一种很重的咖喱味，它反而像一些中学食堂会卖的咖喱鸡的味道，淡淡的，哎，蛮特别的。这家店啊，它的食材都是准备好好的。你要什么？哎，你要饭它就看饭，看咖喱鸡给你，有点像在卖那西勒玛经济饭这样子，很家常的感觉。不过有一点可惜的是，它的白饭有一点凉。好，完食。刚刚不知道多少钱，因为是老板娘请吃，老板娘很沙利，请你们吃。可是刚刚苏珊好像有听到一碟饭好像是6块钱，然后水应该是块多2块，然后它这里的辣椒饭蛮推荐的，如果你来这里哦，就来吃一吃。刚才苏珊看到一桌好像有12个人，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碟，然后水就是喝个2茶，然后苏珊是被它的这个西ham的壳吸引，非常的吸引。刚刚忘了说，老板娘讲他们还有卖炒粿条啊、拉拉煎那些。好，我们继续走走。有卖虾饼吗？这里？有卖，现在没有货。哦，现在没有货。因为我们去哈尔滨刚回来而已。刚刚本来要买虾饼的，然后安哥说他们刚刚哈尔滨旅游回来，去1个礼拜，最后2天还下雪，很爽。
然后爽完回来第一天晒虾饼。人家打包一个不是啊？这里是，这里是。对。变成冰城了。哦，对着天的吃。阿星探店啊，不对，阿星黑鸡啊。除了叫虾饼之外，这个其实叫虾炸比较准确，黑鸡。然后这个才是叫虾。不过有时那个名字是混淆了，在马来西亚，来一个不沾酱啊。一般上黑鸡它都是用带壳的虾炸的，这个它跟五条港的一样好吃，但是它们又不完全一样。五条港的它比较偏向传统的黑鸡的味道，这个它更像是这个的版本，就是虾饼的脆感跟香味，但是它又咬到软软的，然后苏珊感觉不要点酱就非常好吃。来试试它辣椒酱，一般上啊，我们吃黑鸡啊都会沾辣椒酱。它辣椒酱就是标配的味道，还是喜欢不沾酱的。它这间店整体啊，很像妈妈以前卖经济饭的时候的旧店。这里啊，跟很多的华人新村、渔村都很像，就是这里是卖吃的，对面就是自己的住家。苏珊啊，怀疑这里不是叫阿姆村啊，应该是虾之乡的。今天只是吃个早餐啊，这就是第3样虾类了，虾饭、虾饼啊，不对，黑鸡虾饼。你看它的虾饼是一整片的，这样子一小包2块钱，可是你要买一整包啦，一整包10块，里面有5小包。是吗？好吃，你看，比苏珊的脸还要大。苏珊最近了解到啊，虾饼有分2种，一个叫虾饼，就是还用虾的边角料做的；一个是虾签，就是用虾肉做。苏珊不确定这用什么做，但它虾味很重，很香。点个辣椒酱，啊，有一点困难。点辣椒酱也不错。你说这样子一片2块，可能都有人要买。如果你不想弄脏手，你就这样子吃，隔着带。但是这样比较好卖。最后一片丸石，苏珊非常推荐你来吃它的虾炸，但是苏珊觉得必须要现场吃，热腾腾、脆脆，那个虾的香味非常的足。然后，如果你要带回去给家人，就可以买这样子的一袋，才10块钱。赞！刚刚一共吃了28块。黑鸡一片是2块半，4片10块，然后这个虾饼里面有5包10块，水是5块钱，红毛沙雷，然后这个也不错，这个是优格的 kiwi 口味，3块钱。这里是 Bukit Malawati
皇家山这里很著名的就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动物——银叶猴。然后你可以选择自己走路上去，或者买这个叫什么搭乘的车票，一张是5块钱。但是如果你是非马来西亚人的话，一张就10块钱。他要拿我的水，那个混蛋抢了我的水啊！请你喝。Wow! Wow, that is so tall. Both of you stand. 这里啊，其实有流动的小贩贩卖香蕉还有菜豆给游客，然后你就可以喂猴子。可是呢，猴子不讲武德，抢我的水。你看，它菜豆都不要，就要我的水。看来苏珊喝过了比较香。又吃又喝，像苏珊一样。对面就是马六甲海峡，这一尊大炮啊，就是当年这里的皇家护卫，听起来很高级哦。用这尊大炮保卫他们的家园。然后啊，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叫瓜拉斯兰欧吗？其实瓜拉斯兰欧它翻译成中文，它就是雪兰莪海口。这里是一整条雪兰河来到这里的最终点，就是海口。然后全长的雪兰莪河大概有110公里。天啊，我们去找银叶猴玩耍，向我走来啊！这里是瓜拉雪兰莪的历史博物馆，不知道里面是说什么历史，我们进去看看。这是雪兰莪的第一面洲旗，1784年就开始用，后来好像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才改成现在的样子。这个是雪兰莪州苏丹的族谱，黄色线就是他把皇位传给他的孩子。到现在是2001年，从17多年开始，传了300多年。好，刚刚已经逛完了这个博物馆，它里面说的都是有关雪兰莪的历史，然后比较多的是有关当年打仗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武器还有防具的陈列。好，我们继续下一站。一般上啊，如果你的哪一个山头有非常的多的猴子，然后你想要吓跑那些猴子，他们都会放一只老虎的玩偶或者雕像在这里，它跟稻草人是同一个道理。五大仙的打工精神非常让人敬佩啊！在皇家山啊，有2种猴子，一种是这种，它的毛是褐色的猕猴，它比较有野性，会攻击人，也会抢东西。苏珊的水就是给他们抢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银叶猴，就是全身黑色，有一头银发的，然后它宝宝是金色的，那一种就比较温顺，你就可以跟它互动。然后我们坐这辆车去下一站。
很骚。这什么复活节彩蛋？复活节彩蛋复活了。这是一口补井，气死苏珊了！刚刚搭车上到去，以为再搭车会去到下一个博物馆了，怎知道他直接把苏珊送回开头，然后还要自己走上来。苏珊建议他们应该在这里加多一个站。你看这里的建设设施那么好，然后对面又是那个 Museum Permanent。这个是 Museum Permainan Tradisional 传统玩具博物馆，就是收藏以前马来西亚人玩的一些游戏，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些玩具。然后你刚刚如果在那里，就是上面的那个 museum 买过了票，它的票是可以直接在这里使用的。刚刚树上买一个人，就是大码的成人是3块钱。走，进去看看。这个是摩加马达利亚，你没有吃警察就抓。然后另一个格朗就是刚刚的西汉克。这个苏珊小学的时候有玩过，就是踩在那个椰壳上面。我们玩点童年的游戏。这里是体验馆。这个词要怎么用？奇魂。6号，1、2、3，3号，7号，21号是时候跟濒临绝种的营业和我说再见，我们回去找吃。可惜没有看到金色的宝宝。要跟罗根打卡一张，这个看起来他比较老神在在。再见，给个拳头。红的来，有点怕。算了，我们去找吃。再见。欢迎来到夸拉斯莱哦，晚安大小姐，拜拜。路上捡到一把剑，老乡遇老乡，随处丢垃圾不是很好。这里很用心一下，到处都有地方。可惜没有看到金宝宝哦，70后慢生活的那个 YouTube 好像是金宝宝。如果刚刚你在皇家山玩得不是很尽兴你下来就在它附近有一条壁画街，可以来这里拍拍照。然后附近也有一些咖啡馆还是茶餐室这样子，走，我们逛一逛。哦，我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
虎哥被猴哥绑在树上了，啊，不是树上，不是广告牌上面。我们又回到巴塞本南邦渔村这里，来一碗冰，吃个冰。这个腌的，还有这个默契，这个。这杯默契，哦，好的啱片。OK， 那是的。哇，满满的芋泥铺在上面，这碗芋泥冰7块钱，还有卷豆汤圆、芋头，忍不住了，来一口。它的调味是没有那么重点的，跟冰中和刚刚好，是苏珊喜欢的舒服的甜度。它的冰块啊是属于比较粗的那种，比较有口感的。还有放一点点的。哦，这个吃起来很解暑哦。解暑神器。试试看它的芋头。它的芋头其实就很简单的处理，就拿去穿烫水，但是你搭配这个芋泥的甜，就刚刚好。哇塞，它的料真的满满的。这碗马吉饼也是7块，第一次看马吉还可以做饼，它就是很简单的用红糖搭配冰，然后放马吉跟红豆。好吃好吃，很解暑，很解暑，很解暑。吃着吃着啊，苏珊都忘记了有点小菜。这个是芝麻芋泥饼，试试看。这个好吃，这个的芝麻味很香很香很香。这个很推荐，这个你来这里一定要，超级香啊，真的。一般上啊，你吃炸芋泥哦，它芋泥是主角，但是这个芝麻芋泥饼哦，它芋泥只是辅助的作用，它是主要是它的芝麻味非常非常非常的香。哇，它的芝麻用料很多，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它粘在这个饼皮上面，然后炸得很酥脆，刚刚好。然后声音咔哧咔哧的，而且不会油。油条麻吉，苏珊第一个选的炸物就是它，上面有芝麻白糖，试看一口。苏珊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油条到现在还是很酥脆。蛮特别的，就是麻吉配油条的味道，可以试试看这个。苏珊啊，觉得还是吃不够，又叫了一碗。你看它的 ABC 的料也是满满的，沙锅、仙草、红豆、花生、汤圆、葡萄干，它也是有放 brown sugar。焦糖的味道，这个也很推荐。丸食，它的 ABC 也不错，但是苏珊最推荐的还是它的芋泥饼、麻吉饼，还有芝麻芋泥饼。走，去下一家，我们吃正餐。很多间海鲜店啊，这里超级无敌多，我们选这间新海滨。
来渔村怎么能不吃海鲜呢？苏珊点了炸鲨鱼、干的蚝煎，还有海鲜粥。刚刚老板娘有说鱼虾，但是没有蟹，不能玩鱼哈海。吃东西不要，先试看粥。海鲜粥就靠这一口粥，绝对值回票价。我们看一下配料，它上面有撒了一些葱花，然后炸葱，有姜，有虾，鱼、虾、海，所以应该有鱼肉。这是鱼肉。我们试试看海鲜粥的灵魂鱼。其实，在苏珊的家乡格当，它最著名的就是河内。新鲜还有很鲜甜哦，哇塞呢！吃海鲜炸物必备的辣椒酱，干门口。转一圈，苏珊是为了他这道炸鲨鱼而来的，是一口原味。很好吃，超级无敌香！它里面的鱼肉很鲜甜、嫩嫩的，然后它外面裹了这层粉啊，很酥脆。然后是它的粉有一个特制的一个独门秘方，还有混了一些咖喱粉、辣椒粉，所以很香的那个粉的味道。咖喱粉的味道很香。哦，有鱼骨。苏珊记得小时候妈妈炒鲨鱼，就小小只的那种，它的鱼骨就是这样幼幼的。它是整条小只的鲨鱼拿去炸的。苏珊以前听爸爸讲啊，以前这些小鲨鱼是没有人吃的，他们都是拿去喂鱼，但是他们以前暴殄天物了。试试看点辣椒酱。不是很辣，干杯！该那个虾真的不错，它是紫霞的妹妹，海鲜，马六甲海鲜，干的蚝煎。一般上蚵煎。它是会比较像煎蛋的方式啊，蛋比较多。像上一集苏珊去那个港口那间吃的啊，它就是类似煎蛋的方式。这个不一样，它是用面粉的方式去煎的，然后咬下去脆脆，然后又有一点像拉拉煎这样子滑滑的。然后它里面的配料它不只有蚵煎哦，它还有放虾，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青葱，很不错。这个是蛮特别的，你来这里哦，绝对要来试试看。这个鲨鱼是第1名，海鲜粥第2，这个还第3。不对耶，这么吃下去啊，受不了，受不了。非常鲜的一碗粥，很饱啊。走，等下去散散步，看看夕阳落日。你这么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样？超级无敌多只，一共有6只。这只的毛色跟刚刚一样。妈妈帮我们看。OK 了，走，拜拜。
刚刚一共吃了67块，非常的便宜。那个粥16块而已，然后那个炸鲨鱼是21块，然后蚝煎28块。苏珊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吃海鲜，又便宜又新鲜。然后苏珊的背后现在夕阳落日多浪漫。好了，今天视频差不多到这里，是时候说声拜拜。然后隔壁有一艘船是去看蓝眼泪，苏珊只能回家流眼泪。